然后在这个圆面的左右两侧分别再找2个小圆，画进去一点没有关系不一定非得贴着圆圈的外边去画。咱们得到了这个小圆呢，咱把这小圆呢向下画，直到连接到胸骨上，注意是胸骨这个位置。另一侧，这个就是咱们经常所说的胸锁乳突肌，但是呢，它是胸锁乳突肌的一个主要部分，它还有一端是从这个位置出来，它连到了什么上呢？它连到了锁骨上，也就是这一块是胸锁乳突肌的锁骨部。我把这个锁骨稍微的搞清楚一点。OK， 另一侧的锁骨部也加上，然后在锁骨的两端有这样的一个形，它连接的呢就是肩胛骨。还是咱们从顶视图上面再画一下，这样的话呢更方便咱们去理解它的整体。然后这个部分呢是肩胛岗，肩胛骨上的肩胛岗，它的角度呢也是倾斜的它是这样倾斜的。对肩胛岗呢我就一语带过，然后具体讲到它再说。从这个位置还是颈部上面的斜面后边左右两边各有一条扁圆形的柱状型的肌肉，扁圆状，它向下然后拐过来连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它的厚度下来再往前走连到锁骨的这个位置。另一侧的，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得到了肩部和颈部的这个形态结构。然后从两端肩峰的这个位置向下，然后各做一条倾斜的辅助线这条线呢大概其这个样子就够用了不需要去画这个肱骨。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画一个这个肩三角肌。三角肌的外侧造型呢有2个拐点它有一部分是朝上的斜面，有一个部分朝侧的，还有一个是半朝下的一个趋势变化，它是把整个肩头包裹起来的一个造型。然后肩三角肌的前侧呢，它是连在锁骨上。在锁骨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位置，它有凹进去的一个造型，凹进去的这一块这一边长的它就是肩三角肌，然后另一侧长的就是胸肌。然后胸肌是怎么长的呢？胸肌在这个位置，它是盖在这个肩三角肌的下面的，这个是胸大肌。然后胸大肌的造型呢，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它是像折扇一样的结构，这一端高，另一端就低，这一端低，另一端就高，它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也让这个胸肌呢更加的有力量。我们看一些这个健美的或者说比较健壮的人咱们从他的就是皮肤表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有这个样子一束一束肌肉压着一束，然后压着一束这样的一个特征，压在胸大肌和肩三角肌下面，能简单的带出一个圆柱即可。